这是长白山林区冬至前的一场大雪，它飘飘洒洒地下了一整天，整个山岭、森林还有村庄都被包裹在一片白色之中。在关东的大山里，冬至算得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忙活了一年的人，大多数都会躲在家里，很少出门了。全家人围坐在暖暖的火炕上，锅里煮着热气腾腾的饺子，桌上还烫着几壶烧酒。男人和女人们谈古说今，盘算着来年的日子。这个时候，窗外呼啸的寒风和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似乎都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当地人把这段时间叫做猫冬。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，一直会持续到来年的春天。冬至的这场大雪过后，山里就要开锯伐木了。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。很早以前，在山里伐木的人，大多数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。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一无所有，只能凭着一膀子力气钻进深山老林里去谋一口饭吃。所以，当地人都把这些成帮结伙的伐木人叫做木帮。这座横亘在山海之间的隘口名叫山海关，它始建于公元1381年。600多年以来，这座高大的城门和坚固的城防工事一直向人们证明着它的显赫地位。箭楼正中悬挂的那块“天下第一关”牌匾，是明代著名书法家萧显亲笔书写的。山海关东起渤海湾的老龙头，西接燕山山脉，它就像一把大锁，挂在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上。按照山海关的走向，人们习惯地把山海关西南叫做关内，东北则称作关外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关东。300多年以前，一个名叫满洲的人类民族在关东这块土地上崛起。他们的八旗铁骑经山海关南下，黄标般地席卷了中原大地，最后摧毁了大明朝统治，建立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大清帝国。新王朝建立后不久，皇帝就带着3宫6院住进了北京紫禁城。那些跟着打天下的将军和谋士们，自然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官进爵，就连沾亲带故的族人也都千方百计地涌向了京城。一时间，王公贵胄、八旗兵丁跟进的队伍绵延有1000多里长。历史上把这种跟着皇帝一起远走加班叫做从容入关。从容入关当中呢，除了旗人以外，还有一些明清战争时候掳落的那些汉人，因为这些汉人都是他家母，都给他种地的，给他在家里什么东西，这样他要带去要给他服务。所以说一起这个时候要从容入关，这个规模是在90万。在历史上，关东这个地方本来就地广人稀，虽然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都曾在这里设县建制，但汉族人却很少涉足这块土地。随着新王朝的建立，大量满洲人逐渐迁往关内，许多村庄变得十室九空，大片土地也因无人耕作而被迫撂荒了。这块大清帝国的龙兴之地，
烟火自然也就不再那么旺盛了。就是各个城堡基本都荒废了，人口特别少。晚上就是他在走路的时候，晚上得怎么办呢？得拢火，再一个得敲梆子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就是狼和老虎特别多。大片土地的荒芜和北部边境的沙皇俄国经常越境滋事，这让新诞生的王朝感到了不安。于是，从清顺治10年开始，朝廷连续颁布了几道法令，招募关里的汉族人到关东去垦荒种地。但是，世代生活在关里的汉族人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朝廷采用了一种封官许愿加奖励的办法。据《圣经通志》记载，顺治10年订立，辽东招民开垦，有招至100名者，文授知县，武授守备。这种办法果然有效。第2年，浙江人陈达德就带着招募到的140户人家，来到了关外的辽阳县。朝廷也没有食言，论功行赏后，陈达德当上了辽阳的第1任县长。对于那些来到关东垦荒的人，朝廷除了拨给每人土地1晌、种子6升，每月口粮1斗以外，每100人还发给了耕牛20头。关东是清一色的黑盖土，不仅土质肥沃，而且又很容易开垦。春天撒下了1把种子，秋天就能够收获1斗粮食。随着垦荒人陆续来到这里，原本已经凋敝的村庄又有了人家，屋顶上也冒起了阵阵炊烟。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投亲靠友来到这里，他们在把黄河中下游先进农耕方法带来的同时，也开始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。广袤的黑土地上又重新显现出了生机。然而，这一点点的生机，很快就遭到了来自朝廷的扼杀。就是要把一些荒地留给旗人，作为这个赡养旗人、养骑兵的一个物质基础。那么你进入的移民人数多了，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土地慢慢的让民人都占用了，开垦了。这里说的旗人，指的是满洲人；民人，则是指那些出关垦荒的汉族人。由于有政府的资助和鼓励，加上掌握的先进农耕方法，汉族人开垦荒地的速度远远高于原住民开荒的速度，因此出现了民人和旗人争地的现象。这就不可避免地损害到了满洲贵族阶层的利益，这是当权者始料不及的，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容忍的。公元1667年，朝廷以大量汉族人进入关东地区，不仅改变了祖宗留下的生活方式，大量开垦荒地，更破坏了祖宗肇兴地的风水龙脉为理由，取消了原有的一切鼓励垦荒的政策，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，不再允许汉族人进入这个地区。从清顺治10年到康熙6年，山海关这座关里通往关外的大门，在开启了18年之后，随着一道封关的命令，而砰的一声关上了。在大清帝国建立后最初的几十年里，河南、河北、山西和山东4省连续发生了许多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。先是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，
黄河断流了，土地均裂出一道道寸把宽的口子，田野里的禾苗一把火就可以点着。接下来，风灾、水灾、雪灾又一股脑地降临到这块土地上。据有关文献记载，在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河南、河北、山西和山东4省中，以山东省的灾情最为惨烈。整个胶东半岛赤地千里，炕上地下、门口路边，到处都有饿死的人。饥饿的人们不仅吃光了所有的糠麸，就连地里的野菜和山上的树皮，一切能吃的东西也都吃光了。有的地方甚至把路边的死人也拿来烧着吃。死逼梁山，死亡的死，逼迫的逼，梁山泊，死逼梁山下关东，就是说像梁山那个被逼上梁山的那些人没有办法了生活，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我才下关东。这个三面环海的半岛面积不大，但名气却不小。据说它的名字和民间流传的一段关于帝王追求生命永恒的传说有关。当地人说，2000多年以前，中国封建社会的第1位皇帝秦始皇，曾经3次派人到岛上寻找一种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灵芝，但却都无功而返。这时，有个大臣奏请秦始皇再派人到岛上去寻找。秦始皇沉思了半天后说：“算了，事不过三，不去了。”从此，这个岛就有了知府岛的名字。这是一个祖一辈、父一辈留下来的传说。至于秦始皇究竟到没到过知府岛，早就没有人去关心了。但是，知府岛作为闯关东的主要渡海口之一，在山东人的心里却留下了实实在在的记忆。知府岛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北面，距离大连港直线距离只有52海里。大清帝国建立以前，知府岛上有一个明王朝的军用码头，朝廷每年从山东省调往关东地区的粮食、布匹和棉花，许多都是从这里起运。到了清朝初年，朝廷实行了禁海政策，知府岛码头才变得萧条了起来。知府岛到大连是胶东半岛到辽东半岛之间最近的一条航线，即使是乘坐一只小舢板，1天1夜也可以到达对岸。于是，大批闯关东的灾民就纷纷来到了这里。海滩上的人越聚越多，而渡船又实在太少，人们只能在腥臭的海风中焦急地等待着。没有淡水，没有食物，许多人在海滩上倒下了，就再也没有站起来。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海滩上，烧灼着每个人即将崩溃的心灵。船终于来了，人们蜂拥而上，人挤人，人踩人，没有人在意谁被挤落到海里。逃难的人这时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到大海的那边去，到关东去。祖籍山东省平度县的卢文轩，今年已经80岁了。他住在吉林省长白山林区的一个小村里。卢文轩是这个小村里的老户。如果从200多年前他的祖先闯关东来到这里的那个时候算起，他的家族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1代。卢文轩老人隐约还记得
听老辈人说，当年他的先人和10几个闯关东的人一起挤上一条木船，在风里浪里漂泊1天后，才在大连上了岸。可一上岸，他们就全都傻眼了。眼前的景象和心目中的关东差距实在太大了。这里除了莫西深的荒草以外，连个人家都看不到。没有办法，卢文轩的先人只好与同路人结伴继续北上，最终在长白山的老林里落了脚。道北人县那个花树的都他们也老高啊，那个本质啊，真好。卢文轩认为，他的祖先是长白山林区的第1代木荒。当年，他的祖先和逃荒的人一头扎进了大森林，砍伐树木，盖起了木柯楞房子。山林里荒地有的是，只要手脚勤快一点，随便撒些什么种子，到秋就足以养家糊口。凭着一膀子力气和为人豪爽侠义，这伙闯关东的人很快就在当地站稳了脚跟。冬季里，他们进山伐木，春天再把木材运出山外，换点辛苦钱。山里的日子虽然艰苦，但是比起饿殍满地的山东老家，关东的日子还是要安稳得多。康熙7年，山东省黄河泛滥，汹涌的河水冲毁了房屋，淹没了田地。居住在禹城县的厉昌德只好变卖了家产，一条扁担挑着儿子和几床破被，加入了闯关东的队伍。辗转多日，他终于来到了山海关。这里有许多和他一样等待过关的灾民。由于官军不肯放行，厉昌德只好转向山海关西南10公里外的3道关，希望能从那里过关北上。然而这里照样有军人把守。万般无奈，厉昌德只好拿出身上仅有的几文铜钱，请求官军高抬贵手放他出关。可守关的士兵对这几个小钱儿根本就没看上眼。厉昌德天生脾气就倔，又曾经练过几天拳脚。一番争吵以后，厉昌德和守城的士兵竟动手打了起来。赵县这个是3道关，不但是一个关，3道都有兵，都有楼着。赶那个这儿有这个是这儿下山，人家那门人家这可是不到点儿不给你开，就跟你们上班似的。到这个在关平不让走了，给一个辫子都给拽下去了，没走你也走不了。就在那个在那山上打不完去，人家兵多呀。性格倔强的厉昌德最终还是被高大的城墙挡在了关内。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在3道关下搭了一个窝棚住了下来。这一住就是一辈子。他的儿子、孙子、重孙子，直到他的11代后人，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山东。当然，厉昌德直到死也没有踏上仅隔1道城墙的关东大地。1955年，这个被人叫了200多年的厉家窝棚被更名为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3道关村。在这个只有32户人家的小村子里，有29户人家是厉昌德的后代。他们一直把自己称作山东籍的河北人。
在山海关附近还有许多这样的村子，村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当年闯关东的山东人后裔，他们的家族也都有着和利昌德家族相同的经历。在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中，曾经有过一段被后人称作康乾盛世的辉煌。史学家认为，由于当时国家已经进入和平时期，政治清明，社会稳定，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也非常快。公元1736年，乾隆皇帝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的圣旨。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，全国人口在60年间增长了12倍，达到了3亿。其中，山东人口增长速度最快。到乾隆32年，山东省的人口已经达到2563万，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/10。山东这个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很快，人口基数非常大，那么人均土地面积很少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山东的自然灾害从康熙中期开始，自然灾害相当严重，到乾隆时期，这个自然灾害几乎是一个接一个。乾隆18年，山东省人均占有土地7.76亩，但仅仅过了13年，山东省人均占有土地就下降到了3.86亩。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国家根本的封建社会来说，人口的快速增长给土地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所以一遇灾荒，顺民就变成了难民，难民又变成了流民。以北单八县一旱就是70-80个县，有的就80多个县，颗粒无收，没有吃的，逃荒。所以说下关东的时候也叫说挑筐担担推小车，推着小车下关东嘛，就逃荒往那走。闯关东是指从清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一时期内，山东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等地的贫苦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。据有关资料表明，在这支人类史上数量最多、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迁徙队伍中，山东人几乎占到了80%以上。在清王朝建立以前，关东的居民主要是武士、渔民和猎人，他们对土地的开垦和耕作没有什么兴趣，只是满足于生产那些眼前需要的产品，关注那些在肥美草原上牧养的牛羊。加上关东地区所处的纬度较高，无霜期短，所以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多以种植谷子和黍为主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米和大黄米，而这些农作物的产量都很低。康乾盛世持续了100多年，到了嘉庆年间，王朝逐渐开始走向衰落。到了19世纪中叶，关内的农民起义一波接着一波，北部边境的沙俄又屡屡越境抢掠，清政府已经被内忧外患搞得应接不暇。到了1860年，也就是咸丰10年，英法联军更是打进了京城。迫于形势，咸丰皇帝最终取消了封关的禁令。随着封关令的解除，闯关东的第一次高潮来了。大批的山东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关东大地的怀抱，他们把对土地的强烈渴望转化成了巨大的生产力，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存伟力，
山东人一锹一镐地把荒地开垦成了良田。他们还把黄河中下游的玉米和大豆的种子以及农耕器具带到了这里。当然，他们的进取和劳动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从1862年到1886年的24年间，仅黑龙江省就开垦荒地75万多晌。1904年至1908年，清政府又把黑龙江的皇家围场放荒572万864晌，平均每年放出114万4570晌。据黄巢经世文编记载，申夷价强，收获之多倍于他省，粮价之贱亦半于内地。每遇丰收之年，转有赎荒之律。1893年，一位名叫亚历山大·霍斯的英国外交官在关东进行了一次公务旅行，沿途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他后来在《满洲：他的人民、资源和最近的历史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在满洲，从北到南商品运输数量之大，使我非常震惊。在路上，我们遇到了至少1000辆重载大车，上面装满各种农产品，包括大豆、烟草、麻类、白条猪、皮革，还有向南赶的黑猪群。所有的大车和畜生行进的方向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向南。还在卢文轩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经常带着他在山里面转。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使他的身体强健，与木帮们的朝夕相处，更使他深谙木帮的各种行规。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，卢文轩已经成了这一带有名的木把。木把是山里人的行话，用通俗的话说，就是头的意思。关东的冬天漫长而寒冷，山里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。由于伐木是在冬季里进行的，而林海雪原中又常常充满着危险，稍不留意就会被伐倒的大树所砸伤。为了求得平安，木帮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虚无缥缈的山神。伐木有很多讲究，伐的第一棵树叫做开锯，而开锯的第一棵树一定要让它顺山势倒下。这时，木帮们的嘴里还要不停地吆喝着“顺山倒”的号子。伐木人坚持认为，只有这样，神灵才会保佑他们在整个冬季里顺顺当当、平安无事。时至今日，在山里伐木的人仍然沿袭着这个传统的习惯。伐木的人，管斧头掉头，你不能说掉头，因为掉头，这不咱人掉头不就死了吗？斧头掉头，他要说出山，说斧头出山了，就大家都懂了。很多代词和这些归属都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观察的经验。因为你一说这个掉头，大家都反感，一反感大家都不注意集中力，所以一次就出现了问题。这种文化的变味儿和一种它转化语言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存能力，注意安全。关东的春天来得晚，每年5、6月间，积雪才会完全融化。这个时候，松花江、鸭绿江的水面会变得开阔起来，放木牌的季节也就到了。
好山吃山，好水吃水。木帮们把砍伐下来的原木运送到江边，然后用数条编成的木环把它们穿在一起。长白山《江冈志略》中有这样的描述：木帮们将木用树皮绳从头贯穿，链如舟形，不致散乱，即名为排。排上有结树皮蛇者，饮食宿卧皆在其中，如船舱同。早年在江上放木牌的人，大多数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人。放牌的时候，每张木牌有2到3个人，掌舵的人叫大卯子，他是木牌上的首领，其他的人叫做除把。早年江面并不像现在这样平缓，急流险滩随处可见，弄不好散了牌，牌夫就会葬身江底。因此大卯子除了要熟悉江上放牌的各种行规和习俗以外，还要对河道的水势、天气和礁石的分布都有足够的了解。早年放木牌，由于水路遥远，放牌人只能吃在牌上，住在牌上，甚至连女人和孩子也都带在身边。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他们都得星夜兼程。在江上放牌，常常险象环生，处处充满危险。因此，许多牌夫都曾经发誓，干完今年，来年绝不再干。可是，当他们把木牌放到目的地以后，往往又经不住物欲的诱惑。他们攥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去逛窑子、进赌局，直到把钱全部花光，不得不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苦难的轮回。木帮们的收入是以到达终点的木牌次数和运送木材的数量来计算的。要想多挣钱，就得不停地运转。因此，对于他们来说，终点的到达也就是起点的开始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循环往复。自从江面上出现放牌，到底有多少木材从水路运出山外，没有人做过统计。人们只知道春夏2季江水是伴着木材流动的。早年曾在山场子里威风八面的卢文轩，现在已经老了。他的3儿子卢太柱继承了他的事业，成了山里的木把。起呀！哎呦！大捷运啊！哎呦！冤大城啊！哎呦！有一口啊！哎呦！大红红啊！哎呦！战火前靠！哎呦！老山东啊！哎呦！尽管如此，卢文轩还是怀念山里的日子。虽然他再也没有力气像年轻时那样在山场子里伐木，但他还是时常到家门附近的山上去转悠。他只有在灌木丛中去回味当年叱咤山林的辉煌。每当夕阳把天边染成一片橘色的时候，卢文轩老人都会在家门口久久地凝视着西南方。那是山东省平度县的方向，那里是他的祖籍地，那里还有他的族亲。前些年，他把大儿子送回了山东老家。临行的时候，卢文轩嘱咐儿子一定要从大连坐船回山东。他说，
那是当年闯关东的先人们走过的路。在绵亘数万里的山脊上奔腾飞舞的万里长城，是我国冷兵器时代著名的军事防御体系。在历史上，为了使江山稳固，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不惜用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修筑着冷冰冰的城墙。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才发生了改变。公元1654年，也就是清顺治10年，新王朝决定不再拿白花花的银子修长城了，而是下令在长城北边筑起一道柳条边。清代学者杨斌在《柳边纪略》中写道：“自古边塞重鱼，故曰鱼塞。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，高者3、4尺，低者1、2尺。若中土之竹篱，而绝壕于其外，人呼为柳条边。”柳条边分为老边和新边。老边西起山海关，蜿蜒北上，在开原县威远浦拐个大弯后折向东南，一直延伸到辽宁东部的凤凰城，全长970多公里。由于它是在明朝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建的，所以人们习惯地把它叫做老边。柳条边不像长城那样坚固，土地上也没有烽燧和敌台，它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防御体系。那么，这道柳条边到底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？主要是就是隔开不同的这个生产方式，隔开不同的政治管理方式，隔开不同的文化传统，避免这些不同的东西碰撞到一起产生矛盾。那么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限制，你移民不要往柳条边外去开垦土地。柳条边是清王朝为了保护满洲贵族利益而制定的一条封禁界限。它把整个关东地区一分为二，柳条边南部是以汉人为主的农耕区，北面则是满洲、蒙古和其他游猎民族的保护区。在顺治皇帝下令修筑柳条边的2年前，也是这位皇帝曾经颁布了一道辽东招民开垦的敕令，鼓励关内的汉民到关外去垦荒。当时大清帝国的政权已经逐渐稳固，恢复经济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。关东物产丰饶，沃野千里，总面积约占当时全国的1/5，可人口总数却不到全国的0.1%，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2个人。如果能够移民开垦，关东地区必将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财源。但是，由于统治者出于对破坏龙兴之地的警惕和恐惧，对于向关东移民一直采取有组织的限制。一方面要招汉人出关垦荒，另一方面又害怕汉人糟蹋了龙兴之地。在这种矛盾心理的作用下，招民垦荒和修筑柳条边的命令就前脚挨后脚地出笼了。到乾隆末期的时候，辽东就是盛京这块地方，营口已经饱和了，
不但盛京饱和了，热河也饱和了。所以乾隆末期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，就是所说的二次移民，也就是我们东北人常说叫走边外，就是大量人口从东北的南部越过柳条边，向东北的中部和北部前进了。长白山是绵延于辽宁、吉林和黑龙江东部一带山地的总称，这里林木茂盛，物产丰饶，是人参的主要产地。在东北有许多关于人参的故事和传说，而这些故事和传说又有很多是和闯关东人有关的。传说300多年以前，有一个名叫孙良的山东人闯关东，来到了长白山。在深山老林里，他以采参为生，并经常接济穷人。大家都很佩服孙良的为人，亲切地把他叫做老把头。有一次，孙良在山里采参时迷了路，最终饿死在山里。死后，孙良变成了神仙，并在暗中继续指点山民采挖人参。人们常说，关东山有3件宝：人参、貂皮、鹿茸角。人参是五加科多年生宿根植物，据说在草本植物中，只有人参的生长期可以达到100年以上。当地人对人参能够起死回生的药用功能更是深信不疑，并一直把它当作宝物。既然是宝物，那就只有贵族才能享用，因此清政府对人参实行了专供制度，并下令严厉惩罚那些私采人参的山民。据《柳编纪略》记载，人参为朝廷及王公岁额得入，余皆不得入，入者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除了王公贵族每年按照配额享用人参以外，其他人一律不得享用人参，否则就是犯了死罪。长白山脚下的石湖镇位于柳条边的北面，这里是朝廷划定的封禁区。200多年以前，丁贵海的祖先从山海关绕道北上，来到这里安了家。到丁贵海这一辈儿，已经是第11代人了。现在这个小村里生活的11户人家，清一色的都是山东人的后裔。他们不仅保留着地道的山东口音，就连饮食习惯也一如山东老家。干活是要烧饭就烧架子，烧架子烧到那个冬天烧架子它不等。每年夏秋2季是放山的季节。放山是当地人对采参这一行当的叫法。虽然朝廷严令禁止山民私采人参，但是为了活命，丁贵海的先人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为了采参，几乎走遍了长白山的沟沟岔岔，而每次进山也都能够有所收获。许多年过去之后，丁贵海的先人成了这一带有名的放山人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丁贵海在山里采参也已经有40-50年了。虽然时代变了，可每次进山前，丁贵海还是要按照祖上留下来的规矩，到山脚下的这棵大树前祭拜一下老把头，点上几炷香，烧上几叠黄纸，转圈撒上1瓶白酒，再放上1挂鞭炮。祭拜的仪式虽然简单，但丁贵海的心情却十分虔诚。
他希望每次进山的时候都能在老把头的指点下有好的收获。点燃了鞭炮，仪式也就结束了。在噼噼啪啪的炸响声中，丁贵海向着大山的深处走去。随着关内移民的不断到来，柳条边南部的土地被大量开垦，迅速增加的人口和荒地不断减少的矛盾，迫使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向北拓展柳条边，历史上把它叫做斩黄边。从康熙9年到20年，朝廷又修建一条从开元威远浦到舒兰东亮子山的柳条边，全长345公里。人们把这道柳条边叫做新边。它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什么？是移民的进入和土地的荒地的大量开垦。因为土地是一个有限制，你开垦一点它就少一点，再来人再开垦它就不够用了，不够用怎么办？它就往北，只好斩边。报水！什么话？暂停！顶那个台这么高，顶一大桌这是通的，那就得搞个绳拴上。因为这现在小贩子收吧，他都要带杆的，你掐掉了杆，他妈就不行了。路长得好，絮条长得好，样法长得好，就能多卖钱。你要是再大，样长得不好，不行。过去放山一天不准吃东西，那就有把头，比如说5个人、6个人哈，就有1个人说劝。你上山不准吵吵，也不准在远找的铺头上，什么都不准贼，就是专门就是看报水。这个意思就是这就叫插花。旁人如果走到这边看着，哎呀，谁在这拿棒水？你看插的花。就像这些玩意儿似的，就像这个刚才这个挖出那个玩意儿，也得往这一插，这小棍往这一插，然后要是如果大的话，得上个树起块皮子，起个大皮子，搞这一包，打那小包刻好了。把这个杆搞外边，把它搞里边，扒上青菜，往上一包，打个背儿，再打个树皮，一背被子，那带劲。就回家了。哎呀，那放山的规矩多了，那这你要跟上那看有意思。采参是一种赚钱很快的营生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几乎可以一夜暴富。但丁贵海知道，这需要体力和运气。茂密的原始森林为丁贵海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，他本人也对原始森林始终抱有深厚的感情。那不挺漂亮？那是个菌草，这个玩意儿，这是个菌草。为什么说上山他妈一天他妈800个羊人找他呢？还真不容易找。你像再找啊，退回去15、16年吧，那个时候上山就是1帮、2帮、10帮、8帮都能拿着，孩子老婆都能拿着。那个时候多呀，上山都能拿这么粗一绺子，这个盖子就能拿个10颗、8颗、10颗、20颗的。你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山上呢，你就是巴掌子、山花子哈，就小渣酱一粗粗的小渣，谁见着他妈一下扭下高嘴一吃了。现在就是不留后了，现在所以说这参就少了。
关东不仅土地肥沃，地下蕴藏的贵重金属更是十分丰富。传说曾经有人在走路时不小心绊个跟头，爬起来一看，竟是一块黄澄澄的金砖。还有一个传说，一个农民在地头休息时，一伸脚趾头就踩到了一块狗头一样大的黄金。清朝末年，一位外国记者在关东旅行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见闻：去满洲东部的旅行者携带着数大碗满满的红色金子。这些旅行者是一些勤劳的农民，他们在某个山谷中发现了金矿，没有通知当局，就悄悄地进行挖掘。特别幸运的是，一些人每天能采到20中国盎司那么多的金沙。这些人中，绝大多数是非常聪明的。当他们工作一段时间以后，就悄悄地带着自己的收获，高兴地离开了。这个外国记者说的20中国盎司的黄金，相当于现在的40两。在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，有一条宽40-50米、长1000多米的金矿脉。这条矿脉的含金量每吨在20克以上，人称铺山钙。随着金矿的发现，大批闯关东的人蜂拥而至，高峰的时候到这里采金的人竟有上千人之多。清代文人宋小濂在《北教纪游》一书中写道：关东的矿丁半属流民，山东人为多。采金并不需要特殊的工具，有了锹、镐、钉、丝、烙，再加上一个金簸子，就可以开工了。金簸子既是采金的主要工具，又是采金汉身份的象征。在金矿，1等工用的金簸子是椴木做的，2等工用的是榆木，那些初学乍练的就只能用桦木簸子。淘金汉还有很多忌讳。你比如说金子本来是黄的，但它不能说黄，它不说黄，他说圆，说圆呐，啊，因为他说黄就是咱俩说这是黄了，就是没有了。在关东，每年初冬是淘金的最好季节，这时地里的庄稼都已经收割完了，金井里的浊气也基本消失。更重要的是，寒冷的天气使金井变得坚固起来，不容易塌方。为了取暖和融化冰水，采金汉把木棒子放在铁桶里点燃。当然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升起的阵阵青烟又是采金汉互相照应的信号。一旦发现官军稽查或者土匪抢劫，采金汉就会立刻熄灭烟火，其他井子的人也就逃得无影无踪了。采金的人都是做着黄金梦来到关东的，没有哪个人愿意把用血汗换来的黄金白白地送给官府或者是把头。但是，如何把黄澄澄的金子运出金场，采金汉们则伤透了脑筋。他们有的人把金子藏进钢笼里，企图带出抢子；也有的人为了把金子带回家乡，宁愿吞金自杀，让同乡把他尸体连同金子一起运回山东。当然，也有不少采金汉被人剖开尸体，从肠胃里翻取金子。为了黄金，采金人吃尽了各种苦头，但最终却落得个尸抛荒野，永远倒在异乡茫茫的深山老林中。土匪的劫掠，官府的盘剥，再加上官匪相互勾结，
采金汉们不得不以帮伙的形态组织起来，以对抗恶势力和保护自己的利益。160多年前的一天，一个名叫韩宪宗的人来到了吉林省华甸市的夹皮沟金矿。韩宪宗为人粗犷豪放，行侠仗义，很快就得到了夹皮沟金工们的信任。他率领金工们以武力赶跑了横行霸道、鱼肉金工的恶霸后，整顿了采金的秩序，并建立了一整套统治结构。那么在200多里范围之内，他占山为王，形成自己的组织，形成自己的武装力量，形成自己的管理模式。这个东西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。清朝末期，好几十年，3代人。夹皮沟金矿地处柳条边外，这里本来是严禁汉人进入的区域。对于建成气候的韩宪宗，朝廷当然不会坐视不管。于是，吉林将军几次派兵进剿韩宪宗，但是由于有金工们的拥护和当地民众的支持，朝廷几次进剿都失败，韩宪宗的名气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响亮起来，以致人们都把他称作韩边外。最后，朝廷也不得不承认了韩宪宗的特殊地位，封他为采金工的总头目。至此，清政府为保护满洲贵族利益而修建的柳条边已经形同虚设了。这座坟墓里埋葬着一位91岁的老妇人，坟前的墓碑上没有死者的生平，甚至连姓名都没有。这一代的人几乎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只知道他有一个绰号叫大茶壶。老人们说，大茶壶是这一代最后的一个妓女。大茶壶祖籍山东省胶南县的小东屯。1938年，为了躲避恶霸的凌辱，他和父母以及哥哥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黑河市的2道沟金矿。在采金时，他的父亲和哥哥由于金井塌方而丢掉了生命。2个男人死后，家里的大半边天就算塌了。为了生活，母亲以丈夫的姓氏开了一个刘家茶馆。平时母亲在店里招呼客人，女儿则在后堂里烧火煮茶。时间长了，女儿就得了一个大茶壶的绰号。来茶馆喝茶的人大都是些熟人，每天来的人不少，生意也还不错。其实母亲的心里像明镜一样，这个小小的茶馆能吸引这么多的客人，多数人是冲着年轻貌美的女儿来的。母亲很想给女儿找个老实巴交的男人，那样女儿也就有了终身依靠。可是每当她看到那些喝茶人色眯眯的眼神，母亲的心里就凉了半截。采金的人大多数都居无定所，哪里有了金子就去哪儿，等赚足了钱，他们就一走了之。现在他们手里拿着几个臭钱，无非是想找个乐，有几个是真能托付终生的呢？转眼间，20几年的光景就过去了，大茶壶的母亲也过世了，耳濡目染的大茶壶干脆也不卖茶水了，专门做起了皮肉生意。妓女本身也是闯关东者，嫖他们的人，嫖客也是闯关东的人。这不是艺术的组合，是历史的真实啊，是东北这块土地上所独有的一种真实。1985年，大茶壶走完了他人生的旅途。他这一生中并不缺少男女之欢，但却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。他在这片冰冷的土地上寂寞地长眠着。
每当阵阵寒风从大茶壶的坟头掠过，人们仿佛听到了大茶壶的呜咽。这是一个闯关东女人的悲剧。从清朝初年开始，闯关东的人前赴后继走了200多年。这期间，不论是朝廷的招垦，或者是封禁，一直都没有使他们的脚步停歇下来。他们不仅在白山黑水之间开垦出了万顷良田，也把关内的风俗和文化深深地植根在这块广袤的黑土地上。90岁高龄的谭敬亭是胶州秧歌的第11代传人。他7岁学艺，80多年的艺术生涯，使老人阅尽了人间百态和世态炎凉。胶州秧歌是流行于山东省胶东半岛一带的地方戏，他的表演粗狂奔放、火爆泼辣，同时又不失诙谐幽默，因此很受人们的欢迎。可是当遇上天灾加上兵祸的时候，庄稼汉连生计都成了问题，自然就很少有人再去欣赏他了。因此，许多活跃于民间的艺人也不得不加入了闯关东的行列。谭敬亭就是在11岁的时候踏上了闯关东的路程。开始，他和其他闯关东的人一样，沿途乞讨。后来就发挥一技之长，改为唱门子，靠卖艺来谋一口饭吃。走到哪里，还结婚上一村里去唱门子，上人门口唱个小戏，要点什么吃，唱到黑天就在这找个地方住，弄着树找不树，就在人家草垛根下睡了，就这么上去闯的关东。关东地大物博，民风豪放，这和山东人的性格倒十分相像。在关东本来有一种叫做滚地包的娱乐形式，人们3、5成群，手舞足蹈，也有人把它叫做大秧歌。其实大秧歌本来就大同小异，随着闯关东人的到来，艺人们又切磋交流，抽长补短，胶东和关东水乳交融起来。其中东北秧歌中的3弯9洞18态，就是从胶州秧歌中直接演变过来。如今谭敬亭已经老了，可老了，他却越加闲不下来了。年轻时闯关东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，于是他把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编成了一段胶州秧歌，一是为了那些闯关东的前辈，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。这段秧歌的名字就叫扭着秧歌闯关东。在民国初年，一个来自孔孟之乡的小伙来到了大兴安岭南侧额尔古纳河畔，他的名字叫刘圣贤。从他的名字就不难看出，这是一个尊崇圣贤之道的后生。额尔古纳河是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，和内地不同的是，这里的百姓没有战乱之苦。生活在河两岸的汉族、蒙古族、俄罗斯族人和睦地相处，安享着那份难得的太平。国境在这里并不神秘，在这里，中国小伙娶一个俄罗斯姑娘，或者一个中国姑娘嫁一个俄罗斯小伙，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身材高大魁梧的刘圣贤来到这里不久，就被一个年仅17岁的俄罗斯姑娘看上了。她的名字达伊夏·彼得霍娃。如今60多年过去了，
年近80的达伊夏彼得霍娃，既是持有俄罗斯护照的俄国人，同时还拥有在中国的永久居住权。这其中的原因是60年前的跨国婚姻。他就是山东人，他怎么就把媳妇领了？他们就是2个人，他给他进贡，他有主持的，就这样结婚。啊，我们苏联人结婚可那个复杂了，得是上教堂，从教堂里回来，这是夫妻了。上教堂，中国人哪有教堂？没有，就是他的魁省结的婚。山高林密的兴安岭是一个不缺水的地方，但是北极圈以北，地下是常年不开化的永冻土，冬季只有靠凿开冰面提取河水。每天太阳刚刚露头的时候，刘胜贤就会拿上冰签和铁锹来到村头河沟，成为第一个凿冰的人。达伊夏彼得霍娃说，每当他看到冰碴溅起时飞出来的光亮，就会感受到男人的担当。刘胜贤是一个知疼知热的男人。达伊夏彼得霍娃喜欢俄罗斯风格的住房，刘胜贤就把山东式的土坯房改造成了木克楞房。俄罗斯民族能歌善舞，刘胜贤也很快融入其中。这个懂得爱护别人的人，也赢得了达伊夏彼得霍娃的爱情，甚至于面对他的缺点，都是一份足够的理解和默默的赞许。我们老头可了不得，可讲讲。山东倔，山东人可倔了，倔，我觉着可倔了。他还别的，他也是说怎么的，谁给他怎么哪儿不好了，他一辈子都不带大的似的，他就不乐意看这个人。这个达伊夏彼得霍娃成为山东人媳妇儿的同时，渐渐的也熟悉了山东的风俗习惯。男主外女主内，分工明确，相夫教子从不折扣。就算是一些世俗偏见，也如数承袭，并还理直气壮地说着其中的道理。我姑娘老说，妈妈光像儿媳妇儿。我说儿媳妇进咱家了，就是咱的人了。我说你呀，你出去的人，泼出去的水。刘胜贤和达伊夏彼得霍娃一生养育了3个儿子1个姑娘，他们是汉族和俄罗斯族的第1代混血儿，金发碧眼的相貌承继了俄罗斯民族的血统，魁梧的身材既像山东大汉，也像俄罗斯人。2001年，刘胜贤离开了人世。达伊夏彼得霍娃按照俄罗斯民族的习俗，把他埋葬在了俄罗斯墓地里。这个尊崇圣贤之道的山东人，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这里。从此，这个山岗上俄罗斯人的墓地里，第一次有了汉人的墓穴，有了闯关东人的归宿。在这世界，我们就跟他过了一辈，还来的世界，我还得跟他，我都不想换第2个，还是我的老伴，还得跟我的这个山东老伴，还是喜欢我这个山东老伴。不行，他太像我老伴。前后300年，南北3000里，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的迁徙，在1949年落下了帷幕。3000万人来到了这个曾经是荆棘遍地、荒无人烟的地方，1400万人
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上。这是世界移民史上持续时间最长、涉及人口最多的一次大迁徙，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悲壮的谋生运动。因为这一次迁徙，有人不再遭受饥寒之苦，也有人因为这一次迁徙而抛尸他乡。而今说起东北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的北大粮仓。可是无论黑色的田垄上生产出什么奇迹，都是因为闯关东的人来到这里以后才起始的。